提到中秋节，大家除了想到赏月、吃月饼，肯定也听过不少和这个节日有关的故事。这些故事就像藏在月亮里的秘密，一代传一代，既有趣又带着浓浓的文化味。今天咱们先聊两个最经典的中秋故事，家喻户晓的嫦娥奔月和充满深意的吴刚伐桂，把他们的来龙去脉说清楚，再看看故事里藏着的那些情感与道理。首先得说嫦娥奔月，这绝对是中秋节最具代表性的故事，几乎每个华人小时候都听过。那这个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天上有10个太阳同时出现，晒得大地干裂，庄稼枯死，河水干涸，老百姓连喝水都成了难题，日子过得特别苦。有个叫后羿的勇士，力大无穷，还练就了一身好剑法。他看着百姓受苦，心里像被火烧一样着急，于是决定帮大家摆脱困境。后羿背上弓箭，来到最高的山顶，深吸一口气，拉满弓，瞄准太阳一箭射去。只见一个太阳冒着火焰坠落下来，空中还传来滋滋的声响。他接着又射，一口气射下了9个太阳，只留下最后一个，让他每天东升西落，给大地带来适量的光明和温暖。这下老百姓终于能正常生活了，大家都把后羿当成英雄，纷纷带着礼物来感谢他。不少人还慕名来拜他为师，学习武艺。在这些徒弟里，有个叫冯蒙的人，他表面上对后羿恭敬有加，端茶倒水从不怠慢，背地里却特别贪心，一直惦记着后羿手里的一样宝贝长生不老药。这药是西王母因为后羿射日有功，特意赏赐给他的，据说吃了就能脱离凡胎，飞到天上成仙，长生不老。后羿虽然渴望长生，但更舍不得妻子嫦娥。嫦娥温柔善良，平时里总是帮着后羿招待徒弟，照顾邻里，和后羿感情极好。后羿不想独自成仙，就把长生不老药交给嫦娥保管，还跟他说，咱们再想想办法，说不定能找到让2个人都长生的法子，到时候咱们就能一直在一起了。可他没料到，冯蒙早就盯上了这药，一直在找机会下手。有一天，后羿带着徒弟们去山里打猎，冯蒙故意捂着头说自己头晕，找借口留了下来。等大家走远后，冯蒙立刻变了脸色，拿起一把刀就闯进后羿家里，把刀架在嫦娥脖子上，恶狠狠地说，把长生不老药交出来，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。嫦娥知道自己力气小，打不过冯蒙，要是要被他抢走，以他的贪心，肯定会用仙术害更多人。情急之下，嫦娥趁冯蒙不注意，一把抢过桌上的药盒，打开后将里面的长生不老药全吃了下去。刚吃完药，他就觉得身体像被清风吹起来一样，